据15号消息报道，美军正在调派大批战斗机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参加军事演习，包括多架 F-22 战斗机、10架 F-15E 战斗机以及2架 C-130J 运输机。此次演习名为太平洋钢铁2021，其将重点关注那些分布在关岛、提尼安岛等小型基地的空中力量。自拜登上台以后，美国便在军事上加大了针对中国的力度，尤其是在南海、台海两个地区，频繁派出军舰、军机闯入南海，还就台海问题接连做文章，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可以说，美国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制造国与国之间更大的矛盾，一旦矛盾越来越多，演变成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不难看出，打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诚意，根本不是真的想要跟中国缓和关系。也正因如此，美国近期在释放假的友好信号的同时，派出军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现在又派出25架军机直逼西太平洋，足以看出该国对中国的敌意只增不减。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军方在西太平洋调兵遣将，小动作不断，还将矛盾直接对准了中国。例如，前不久，五角大楼对外宣称，考虑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海军特遣部队，以对抗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加上此次军机逼近西太的举动，一度让外界认为美国准备在西太搞部署动作，企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直接踹开中国大门。值得一提，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丹利夫这次表示，他不知道美军此前是否使用过如此多的 F-22 战斗机进行演习。如果我是中国，我会注意到这一消息，因为这是 F-22 战斗机，也是美国空军自一战以来就拥有的灵活性和远征能力。利夫显然对 F-22 战斗机非常自信，认为中国军方一定会怕。不得不说，这位副司令自信过了头，或许对于一些小国来说确实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中国不一定。相比 F-22， 歼20拥有与该战机同样的性能，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优于 F-22， 所以对中国来说 F-22 根本不算什么。再者，东风系列导弹也不是吃素的，真要惹恼了，随时打到关岛等美军基地里。当然，尽管不确定美军此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家门口搞事情必定是危险举动，我国必须警惕。或许就如国人所说，是时候联合俄军祭出杀招了。据悉，在美军机逼近西太的同一时间，俄军一架米格31战机在太平洋地区伴飞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做个大胆的猜测，俄军是不是早已就绪，只等解放军一声令下，对美军发起攻击？总之，局势已经进一步升级，解放军该有所准备了。数月以来，美国通胀数据节节攀升，美联储现在进退两难。美国通胀超出预期，正架在热锅上烤。现在，美国国内以及国内一小部分声音开始呼吁帮帮美国。然而，白宫还在作死，还想和以前一样把中国绑到谈判桌上。然而，一天内就被中国打了3次脸。最新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升幅 5.4%， 远高于预期，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出高通胀预警，称未来数月美国通胀率还会持续上升。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承认，通胀涨幅远超过美联储预期，并对此感到不安。美联储官员正日日夜夜思考通胀问题，但是在数百万人仍然失业的情况下，对暂时性通胀反应过度也有风险。所以现在摆在美联储面前的恐怕不是通胀和失业的取舍，而是抑制通胀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出现巨大波动。美国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难题无解。双线资本首席执行官冈拉克也表示，当前的通胀让他想到上世纪70年代，当年美国通胀率飙升到 15% 水平，美元将在中期大幅下跌。因为美国赤字不断上升，从长远来看，美元注定有结束。原本解决通胀可以采取加息措施，但是美联储现在进退两难，只敢释放加息预期，不敢真的加息，因为他们现在每加息1个百分点，美国国债年利息就要增加3000亿美元，所以美联储现在只能僵持，下半年几乎肯定还是高通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陷入僵局了怎么办？搬救兵呗。美国贸易高官已经向中国打了多次电话，但中国方面反应不大。尤其是这几天，拜登又是发布针对新疆商业警告，又发布在港经商风险警告，还出动军机降落台机场，就是在逼中国和美国谈。但是15号一天内，中国就打脸美国3次。
之前就有媒体造势称，美国常务国务卿谢尔曼要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讨论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可能性，但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匿名消息称，中国拒绝了美国要求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会见的提议。随后，美方取消了谢尔曼访问天津的计划。第二件事，白宫一直表示考虑向中国提议设立一条允许高层直接通讯的热线，让双方领导人能够直接通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美之间已有元首、外交、国防等多条热线，简言之，没必要专门多一条。而第三件事，美国财政部表示无意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赵立坚反驳，美方想多了。真是伤害不高，侮辱极强。美国想要和中国谈，配合他们的演出，但是我们用得着配合吗？随着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导致阿富汗国内局势迅速恶化，美国连夜跑路，将烂摊子丢给了阿富汗人民和地区邻近国家。按照美国的想法，他们撤军，阿富汗内战爆发会给中国制造麻烦，如果越打越失控，那将是给中国、俄罗斯埋下定时炸弹。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阿富汗政府主要控制首都附近地区，可以说离开美军的阿富汗政府军不堪一击。随着阿富汗内战升级，几乎所有阿富汗邻国都加强了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措施或边防力量。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塔利班迅速控制国内大片区域，还占领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多个主要边境口岸。同时，也有报道称，一系列阿富汗军队士兵集体逃往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对此，土库曼斯坦向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区运送了大批重型军事装备。就在前几天，土库曼斯坦边防部队已经多次发出战斗警报，塔里克斯坦边防部队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任何非法进入其领土发出警告。伊朗也表示，其武装部队将密切监视阿富汗边境非法行动，停止边境运输。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边界发生交火事件，整个中亚乱成一锅粥。而最危险、局势最复杂的应该是巴基斯坦，战火已经燃到巴基斯坦边境，这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一旦战争外溢到巴基斯坦，对中巴经济走廊相当不利。而美国在撤军之后不断渲染炒作，中国急于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真空，要把中国拖下水。但我们多次表态不会干涉别国内政，国家命运应由阿富汗人自己决定。俄罗斯态度也相似，绝不淌这趟浑水。虽然美军撤了，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就会善罢甘休，美军仍然寻求在阿富汗周边驻军的机会。在周边邻国都紧急戒严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一场出访备受瞩目。近日，王毅外长应邀对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且就推动地区局势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很显然，王毅外长出访给地区国家送上定心丸，美国阴谋不会得逞。在7月15日，台媒报道，美军一架 C-146A 美军行政专机降落在台北空军松山机场，短暂停留半个多小时后便起飞离开。这是1个多月来美国军机第2次抵台，美国翻着花样搅局挑衅，制造台海紧张局势。不仅如此，美军还准备在东海有大动作。在7月1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空军本月将派遣20多架 F-22隐身战机参加西太的一次演习。据悉，这次太平洋钢铁2021演习将整合关岛、提尼安岛等小型基地的空中力量，将派遣25架隐身战机、约10架 F-15E 战机和2架 C-130J 运输机。报道强调，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部署，这向潜在对手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表示，我们从未在太平洋空军作战地区部署过这么多 F-22，自 F-22出产后，入列的 F-22数量也就100多架，而这次却一次性大手笔出动20多架，想要这个被美国神化的战机再次发光发热，震慑太平洋对岸的大国。对此，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丹利夫更是叫嚣，中国肯定会注意到这则消息，因为这可是强大的 F-22战机。CNN 还强调，由于 F-22具备躲避雷达探测的能力，将是任何冲突中美国最新使用的武器之一，足以摧毁敌人的防空系统。
星条旗报更是露骨表示，这是在与中国发生任何可能冲突时担任踹门角色的关键。事实上 CNN 还是消息之后，也许在10年前 F-22战机确实能吓我们，但现在中国已有反隐身雷达，也有具备后发优势的隐身战机。中国民用还曾直播过 F-22飞行， F-22其实就像在裸奔，如果敢轻举妄动，只能是有去无回。更需要提到的是，解放军在东海有罕见大动作，在16日，浙江海事局发布公告，将在划定区域内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禁止驶入。这次的措辞比较少见，看来是要用真家伙了。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事实上，一边美国最近疯狂向中国军事、政治施压，搅乱台海、南海、东海局势，还在涉疆、涉港问题对中国发难；另一边又要找中国谈，多次打电话，派高官来访问，还想增设高层对话热线。美国是精分了吗？非也，他们是想通过多方施压，把中国逼上谈判桌，解决美国国内通胀、美债还有关税问题。看不出美国的丝毫诚意，我们为什么要配合你们的表演？